是的，侧踢和摆踢的一个变形，连续的非常重的单击的拳法。世界拳王对华战无不胜，顾辉偏偏不信邪，连续飞膝击溃对手。他一晚上 KO 了3位中国悍将，拳法犀利，腿法无敌。他就是世界拳王克劳斯。这位来自荷兰的选手，自打进中国市场之后，便一战成名，成为了有着超高名气的格斗天王。他的实力还真是不可估量，曾经击败过磨砂豆以及波球等这样的顶尖高手，并且头顶众多冠军头衔。就是这样一位高手，令众多中国选手听到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但是中国有这样一位选手，就是偏偏不信邪，要将世界拳王斩于马下。他就是酷刑者顾辉。他在67公斤级可谓是一手遮天。今天他遇到了72公斤级的格斗天王，因为克莱斯原本的对手刘明志减重失败，这才让顾辉顶替上场。这场比赛无疑就是顾辉最艰难的一战。长按3秒点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顾辉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身为世界拳王的克劳斯开局就很强盛，步伐紧跟顾辉，毕竟他是经验丰富的格斗天王，不仅名气高于顾辉，实力也碾压顾辉。克劳斯不断的逼近顾辉，就是想在气场上打出优势。顾辉也并没有乱了阵脚，步伐灵活的往后拉扯，随即再找机会进行还击，击败了中国的名将刘明志。这场比赛本身是刘明志的口头之战，但是刘明志是因为体重的问题，是临时变阵空降顾辉。我们看到克劳斯把顾辉逼到了绳脚。对于顾辉来说，那这场比赛能否顶住克劳斯连续的重拳，也就是说顾辉的泰拳的功底。克劳斯还是不放弃压制顾辉，顾辉也非常机警，一记高扫衔接一记跳膝，随后两人就顺势缠抱在一起。克劳斯一个发力将顾辉摔在地上。克劳斯的战术就是拳法压制，顾辉完全就没有喘息的时间，但是他也没有明显的劣势，他就是主打防守反击，去踢去挑来破坏克劳斯前腿支撑腿的平衡，连续的扫踢非常的重啊！刚才看到顾辉的前手的反旋非常突然，克劳斯这位老将是一位反架的选手。你看到克劳斯非常的自信和放松。这场比赛对于顾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比赛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克劳斯其实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看得出来顾辉的战术非常成功。面对克劳斯强势的压制力，顾辉打的还是比较稳重的，完全不惧怕对手的出拳。但对手是一位顶尖高手，他在各个方面都是碾压顾辉的。顾辉还是应该小心应战，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被对手 KO。顾辉的游击战术运用的相当成功，双方在第一回合打得难舍难分。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其实第一回合我们看到顾辉他的状态还是非常的行的去干扰克劳斯的支撑腿，也给克劳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甚至克劳斯必须要用换架来去避免顾辉的这种对于支撑腿的。第一回合的技术统计。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回合，在经过第一回合的相互试探，双方对彼此也有很深刻的了解。顾辉这时候就开始发力，很频繁的在主动进攻。克劳斯当然也不甘示弱，在顾辉打完一套拳之后，就将他逼在围绳脚，随即就是更加强盛的拳法压制。克劳斯也是 KO 了很多的对手，而克劳斯再次的把顾辉挤到了绳边。因为刚才有几次顾辉的后手拳，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能够打到克劳斯，因为克劳斯如果说是右架右手在前的话，克劳斯连续的拳法的追击。虽然顾辉还是一位小将，但是面对克劳斯就完全看不出来顾辉有任何的慌张。顾辉的教练团队是非常专业的，一直在场边做着精确指导。减重失败的刘明志也在现场。刘明志对克劳斯还是非常了解的，毕竟在赛前就对克劳斯深入研究了一番，这对顾辉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不停的移动，连续的袭击来自于克劳斯。这回合还要出色。是的，克劳斯对于顾辉的这种可以说是大范围的移动以及高频率的反击，简直是有些不适应。看一下双方的技术统计，顾辉虽然出拳不多，但是命中率却非常高。反观克劳斯的命中率就不那么可观了。顾辉灵活的身位移动，躲过了克劳斯的很多重拳。比赛进入到第三回合，克劳斯依旧是上一回合的战术，还是在不断的压制顾辉，顾辉则是迂回打击。
顾辉在这个时候已经毫不吝啬自己的体能。顾辉也是采取不断的近身破坏距离，然后来给自己这时候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进攻。顾辉摆地，在两个人缠抱的时候，克劳斯都是有那种。克劳斯显然也知道在点数上他是不及顾辉的，所以在最后一回合的对拼中，克劳斯打得更加激进，气势比上一回合增强不少。顾辉也非常聪明，一直跟对手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他在后退中寻找重击的时机。又是一个直接的后手，顾辉的直接后手拳非常的重，也非常的突然，直接的高扫踢。这场战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必须击败一个冠军。那这场比赛，顾辉面临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回合即将结束，顾辉由于满擂台跑的迂回战术，导致他的体能有很大的消耗。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顾辉没有放弃出拳，还是一有机会就是重拳打击。但克劳斯的气势还是给到顾辉不小的压制力。面对着顾辉的移动，你在奋力的去围追堵截。拳击手来自克劳斯，顾辉一反击，不到10秒钟的时间，全场都已经沸腾了。比赛终于比赛结束，两人打满全场，就看裁判如何判定了。最终宣布比赛平局，需要加赛一回合。我们直接来到加时赛，这对顾辉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他的体能明显不支，但是克劳斯还是保持着充足的体力。顾辉在后退中还是能做出反击动作，这场比赛还真是压力十足。这个时候顾辉看到他的移动明显的不如前3个回合范围来的大，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克劳斯可以说拳法大师。双方的缠抱当中的洗法的对攻。在加时赛中，克劳斯打得更加强盛，他势必要捍卫自己的荣誉。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克劳斯一直在主动进攻，顾辉就是稳重的进行防守反击，将游击战术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能够在距离上控制得很好，他的反击打得也非常漂亮，及时的大范围的射出。顾辉的反击，顾辉的反击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巨大，看1分15秒的时间。上场的反击。比赛进行到这里，顾辉的体能已经所剩无几，但是他还是拼了命的跟克劳斯换拳。顾辉真不愧是酷刑者，由于体能上的大量消耗，他在防守上做的还是没那么严密。克劳斯也受到了体能上的影响，打出的拳头精准度并不高。顾辉能否顶住压力？克劳斯现在也是没有什么体能了。10秒。现在克劳斯已经是打出了自己擅长惯用的轻重结合的组合拳。克劳斯继续的做拳法的连击。走到最后的对拼。终于比赛结束，顾辉的游击战术还是很有胜算的，两人都拼尽全力捍卫自己的荣誉，剩下的就交给裁判。最终顾辉以点数优势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创下了历史，将世界拳王斩于马下。